Hello， 大家好，我是店家阿博。LPL 在昨天是进行了常规赛最后一个比赛日的比赛，让观众们没想到的是 ，LGD 战队在最后一刻展露水鬼本色，为观众们带来了巨大的惊喜。他们是以让1追2的方式击败了 RNG。尽管本赛季 LGD 战队成绩不好，但最后的这一战依然能称得上是完美收官。而 LGD 的这一战可以说是在最后时刻彻底打乱了 LPL 的固有格局，一场比赛影响了所有季后赛战队，可见这一胜的含金量有多高。RNG 与 LGD 的这一场，如果 RNG 横扫，则 RNG 拿第2名；如果 RNG 是2-1，则 RNG 拿第3名；如果 RNG 输给 LGD， 不管什么比分 ，RNG 都是第4名。这场比赛刚好被安排在 LPL 常规赛的最后一场，只能说是天意。本来观众都觉得这场没悬念 ，RNG 会2-0，结果随着比赛的进行 ，RNG 的排名和 LPL 的格局也在被不断改写，到最后落到了对 RNG 最坏的结果上。半区上面，本来 RNG 是最有可能进入下半区的。也就是和 GTG、WBG、LNG 和 BLG 一个半区，结果 RNG 直接去了上半区，和 TS、EDG、OMG 和 FPX 同一个半区，因此这一战是直接影响到了季后赛的所有队伍，尤其是影响到了前6的一个格局。EDG 以及排名靠下的队伍要打 RNG 了，本来是打为5的，猪狗大战可能会再次上演。而且要打生死战，谁输谁直接淘汰那种。WBG 本来的假想敌是 GTG 或 RNG 的，没想到直接变成为5了。The Shy 和 Rocking 有可能直面彼此，而且也是生死战，谁输谁直接被淘汰。对于 RNG 来说，没有拿到复活甲，结果可以用非常难受4个字来形容。同时对于 EDG 来说，打 RNG 也不是一个好的结果。阿博认为 RNG 虽然最后一轮暴露了很多问题，但这支队伍的 BO5 能力和韧性还是会让很多强队不愿意过早的遇到他们。RNG 这支队伍在今年展现出来的一个 BO5 能力实在过于恐怖。简单来说，就是你很难快速击溃 RNG， 但很容易陷入到与 RNG 的鏖战之中。而且 RNG 战队的 BO5 稳定性极强，甚至越到后面打得越好。阿博认为 EDG 其实是更想要碰到威武的，因为威武的 BO5 没有那么稳，因此 LGD 最后一场的这个结果，结论是 GTG 很开心， EDG 很伤。The Shy 所在的 WBG 是在本来很难过的情况下有一点点开心，因为如果能突破 BLG 和 LNG 的这一关，打威武没有那么难。Rich 这个赛季状态比较一般， WBG 可以像之前一样主打上路，想办法扩充一下英雄池和战术池，争取最大化 The Shy 的影响力。阿博认为 LGD 战胜 RNG 的这一场，其所造成的影响要比想象中的更大，有可能会制造一系列的蝴蝶效应出来。要知道蝴蝶效应也仅仅是蝴蝶扇了一次的翅膀，但 LGD 的这场胜利改写了太多的排名，这让阿博想起了 S7 赛季世界冠军 SSG 的故事。 SSG 在本赛区的冒泡赛是差一步被 Spirit 带领的 AFS 战队击败的，但出现失误被 SSG 完成让2追3顺利过关了。可能当时的 AFS 不会想到自己差一点把世界冠军的队伍扼杀在摇篮里。今年 LGD 的这场胜利不仅会影响到 LPL 季后赛的对阵和结果，也会影响到后续的资格赛，而资格赛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世界赛战队的种子池和分组。想到这就觉得今年的季后赛会非常有趣，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结果出现之后，再来重新回顾 RNG 与 LGD 的这场比赛，会有不同的感受和结论。到时候粉丝之间的争斗也会更加精彩，大家拭目以待。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昨天 UP 2-0的对局结束， WE 也再度刷新了历史，成为 LPL 联赛历史上第2支以全败结束常规赛的队伍。而第一支相信大家还记得，
那就是威武。威武在2020春季赛以及2021夏季赛2个赛季全部以16连败的战绩收官，但在2020赛季引入了 Rokin 和卡萨2位老将后，队伍的表现和成绩也是有了质的提升。虽然春季赛止步败者组的决赛，但夏季赛他们依然强势。为什么曾经辉煌的 WE 如今却是这个下场？可能也是很多人在这个赛季看完 WE 很多比赛后最想问的一个事情。具体的原因可能只有 WE 自己才知道，但就我们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来讲， WE 之所以在这个赛季的成绩如此糟糕，有几个方面的原因是脱不开干系的。一、人员配置太多，轮换太繁杂；二、轮换带来的磨合不到位；三、队伍没有主心骨选手，产生不了凝聚力；四、交易了太多出色的选手，新人选手又整体实力一般。 WE 这个赛季无疑是非常失败的，但如果你因此就看清这个队伍，就太片面了。所谓的触底反弹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也期待在今年冬季转会的时候，看到 WE 能组成一支全新的队伍再出发。虽然可能不在今年，但也许在明年吧。现在已经晋级的队伍都在全力备战季后赛， GDG 也是和 LCK 赛区的头名战队 T1 约了训练赛，只不过从训练赛的结果来看，似乎并不怎么理想。根据爆料， GDG 面对 T1 的胜率惨不忍睹，几乎是把把被吊打，尤其是上单369，据说是被 T1 的上单宙斯选择各种英雄正反手教学，差点就打出了心理阴影。消息属实的话，可能369就要回忆起当年被泽晒制裁的场景了。现在的状况就是369被宙斯教育了，甚至说自信心都出现了动摇，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GDG 训练赛连败虽然是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但实际上网友根本就不担心 GDG 现在训练赛的表现。从历史经验来看，当年的 TSM、RNG 包括是 TS 都是训练赛无敌，可一旦到了世界赛，立刻就变成了软脚虾，并且 T1 训练赛强这种消息几乎年年都有。可实际上每一次世界赛都是 LPL 赛区更占据上风一点。这一次 GDG 和 T1 的训练赛数据曝光的过程太过于突然，恰好是 LPL 即将进入季后赛的关头，很难不让玩家们想入非非。众所周知，外赛区的媒体甚至不少 LPL 的内部玩家都是经典的 LCK 战队拥护者，每逢世界赛国际战队的排名都是 LCK 高居榜首。但这点上来看， T1 和 GDG 的战绩被曝光也就可以理解了。现在的赛程已经到了各大战队相互约训练赛的时候， LPL 各大战队互相之间知根知底，能约到的训练赛已经打了不知道多少场，而未知的才是最值得重视的，尤其是 LCK 赛区。虽然说对于近几年，对于 LPL 胜少负多，但这个赛区的底蕴依然不容小觑，仍然是 LPL 最值得尊重也必须要重视的对手。目前 T1 和 GNG 已经同意了和 LPL 队伍相约训练赛。从普遍理论性来说， LCK 赛区的强队也就是这两支。正因如此，这两支战队的训练赛需要 LPL 队伍提起12分的重视。大家觉得 GDG 这个夏季赛有望夺冠吗？